所以在养龙鱼里面，应该我们是全马只有我们这一家敢这么做。自己做自己培植自己的金龙鱼，自己净化水，自己接种菌种，自己做自己的固体肥跟液体肥。目前呢，我们一家罢了。是我们新的一个基地，目前在装修着，所以还很凌乱。OK， 这边就是我们的产品区，到时会有一个产品区。现在会看到一个模样出来了，一个门面的一个模样。OK， 这边到时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展示区。这边就是我们的液体肥。OK， 然后这边会有我们的固体肥，现在暂时啦还没有先，因为在装修中。固体，我们有做这个固体肥跟这个液体肥，我们也是唯一马来西亚唯一一家龙鱼养殖，同时借种这个菌种然后自己做自己的有机肥料，不管是液体跟固体都有。我们主要是生产，我们是建议园主或者是店家或者是这种有兴趣配合的做他们自己的品牌我们是专做 OEM 给人家，这边就是有一系列我们会做的产品他们可以选他们要的罐子，他们的 packing， 他们要的设计，他们的设计我们都可以一站式配合到完你只要出你想要的产品，我们就可以为你全身打造你要的东西。OK， 这边就是我们做有机菌肥、有机堆肥跟我们的固体肥，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些是我们的机器，这个是一部分的机器啦。OK， 这些是可以供参观的。OK， 这个就是我们的搅拌机。我们在搅拌的当中，把所有的东西有机质混合在一起，并加上功能菌然后来到这边破壁，然后再来筛分，就是把品质控制在一定的幼度。出来不会有颗粒状，很大的颗粒状然后再到后面的包装，还有很多台机器还没有到，比如我们要粉碎这些纤维的这些机器都还没有到，还有很多台，所以我们就还没有真正的开始生产。OK， 这个就是我要做一个模拟，一个小示范，原本要给你们供参考的。OK， 外面的摄氏度现在是在差不多28、29度，现在里面的温度差不多是45到50，昨天才堆的，因为今天早上天气不好，因为我们要让它腐熟，看到吗？你越底它越烧一点。OK， 这个给你们一个示范，这个里面的温度就有60几度，这个的里面60几度，里面是冒烟的。我们要经过腐熟，我们才会去搅拌加我们的微量元素这些。我们这边用的有机堆肥跟有机菌肥，我们用的东西都是来自于我们这边大自然所有的蔬菜、水果，这些秸秆、叶这个树叶都是这些有机的东西来废物利用来做成。OK， 这个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水果渣。榴莲壳，我们不专做一种水果，单一水果，因为每一种水果它里面的元素都不一样，微量元素都不一样。我们有榴莲，有蔬菜、菜豆，什么都是他们废弃掉的，我们把它废物利用。我们里面做的堆肥不只是一种植物，我们是多种植物混合在一起。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就是把这些残渣。我们带了这个现在很流行的 BSF， 就是我们的黑水芒Black Soldier Flying OK， 这个就是黑水芒，我们把它借种在我们的这个有机的这些废弃物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地上很多的它的这个虫卵你看到吗？满地都是黑水芒的虫卵。所以不要问我们有没有黑水芒，不要问我们有没有黑水芒好料这种好料
丝袜在这里。哦，你看啊，它的这个就是黑水虻的虫卵，看到吗？啊，看得到吗？看得清楚吗？OK。所以我们的东西，所有的有机，我们都不只是经过发酵前，我们的过程比别人还复杂。我们要先接种我们的这一个黑水虻，在我们的有机废弃物里面，给它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才拿来做 process。这个是我们的其中一个特别的地方。对，现在来参观我们的这个液体的地方。这些池里面的水就是我们经过循环处理，把它净化过后来放在我们这里来培菌用的这个水。我们这边的水源，我们这些东西多数都是废物利用，我们这边没有用自来水，我们都是用这边鱼菜的这个水循环来，所有都是我们金龙鱼用过后的这些废水，我们再经过处理过后再把它引进来这里，再做来培植我们菌用的。OK， 你可以看这一个鱼池，之前这个的鱼池是，里面生满了那个藻类，我们所谓的青苔啦，藻类满掉。经过我们放了这个微生物菌在里面，短短的2个星期透明了，甚至里面的这些里面的这些残渣都差不多将近被他们吃光了。微生物菌。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强点。为什么我们在这一个龙鱼池里面，通常人家养殖这个金龙鱼，都是用水源是最重要，水源是最重要，而且是源源不绝的水。我们这边没有源源不绝的水，沟边旁边只有一条沟，这条沟是附近村庄不要的那种洗菜水、废水，所以我们这边根本没有水源。你看为什么我们的金龙鱼可以养得这么漂亮，产量可以这么好这个就是我们用功能菌的一个强点。给你看一下这一个。里面有很多的虫是正常的，什么原因？如果一个东西不带有机质，昆虫根本不吃，又跟蔬菜一模一样。这些是我们用在蔬菜里面要用到的东西。你觉得味道很香？有是。不要因为看到虫吓到啊。这是你的培菌的地方，这个就是菌，然后它的菌膜。这个同样的，我们每一桶开掉都是有。每一桶都不一样，它的功能都不一样，对不对？是。都是厚厚的菌膜，厚厚的菌膜。每一种味道都不一样。哦，我知道的味道不一样。你修这些就好像酒味。是哦，酒味哦。这个很像酒味。每一种的功能、用法、用途都不一样。需要多久？OK， 我们的菌，当然有读过菌的人都会知道，有好氧菌、厌氧菌，也有就是我们要光跟不要光，就好像比方说我们最简单，我们的光合菌，你不给它光，它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好的那个光合菌出来所以每一个菌有它的特点，所以你必须要去了解每一种菌的特性，你才有办法去培植它、接种它你没有给它一个很好的环境，它根本没有办法生存。然后菌跟菌，比方说我们现在因为要科学种植，我们树因为每个用的农业的那个虫药越来越多，所以病菌它们那些虫害跟菌的抗体也越来越强，所以它们的用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不大建议，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用以菌克菌的方式，用天然一点来克制它。所以我们要用特别多种的功能菌在里面，但是每一种功能菌它有特别，它有些可以在一起做朋友，有些不可以，它会拮抗。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菌可以跟什么菌一起它一定有它可以做朋友的一堆，你明白我意思吗？对，才可以一起发挥它的功效出来不然的话，我们一种功能菌只能够一种，这样农友不是要用
有几十种，我们不是要用几十种那一个功能菌啊，我们是希望把10多种混在一起，可能5、6种混一起啊，可能7、8种混一起啊，这样可以减轻那个农友他们对这个施这个虫药、菌药的这个工作省一点工。这个就是我们龙鱼每2个星期都去拉网一次，让这些龙鱼宝宝出来的一个地方。这全部不是龙鱼哦，金龙鱼，季善蓝底是我们马来西亚唯一拿 trademark 的。季善蓝底，你听到季善蓝底就是我们的品种龙鱼唯一一个我们拿这个注册品牌的，是由我们讲。季善蓝底，来，只要看到季善蓝底，在全世界都是我们的品种。OK， 这个就是我们的季善蓝底，看到吗？我们没有在打光的情况下，它的边都有一框一框的，很立体、很明显、很立体的一个釉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品种。OK， 给你看我们的龙鱼宝宝，这个出来差不多整个星期了，还在带着蛋呢，4个星期左右的小鱼，4个星期左右。到它掉蛋了啊，这些还没有才刚刚掉蛋这些，所以你看它游的时候还没有很好的那个姿势啊，这些就比较成熟一点了。我们这边所有的品种都是季善蓝底，有少数的红龙啊，红龙也是我们特挑起来的特别美的品种，我们再拿来繁殖。给你看那些才出世刚刚几天而已，你拍看啊，这个差不多是1个星期的小鱼。哦，龙鱼蛋啊。对，我们从孵化蛋开始。通常我们把它这样拔出来，我们有经过一个时间，我们有观察先它交配期跟它含这个宝宝的时间多少久啊，我们会把它拔出来。因为如果一胎鱼在它父亲的嘴巴要孵化成一条小鱼的话，要2个月，那个时间它的父亲是不吃东西，所以它的体质会比较弱，所以我们就会算时间。它一交配开始，我们多少个星期把它拔出来，把它宝宝拿出来。啊，通常我们是4个星期到5个星期就会把它拿出来。要算啊。对，都要算的。不简单哦，这个工程哦，不简单。你这样看过去就会看得到我们的产量。看得到我们的产量，因为小鱼就决定产量了啊，骗不人的，骗不到人的，小鱼就决定产量。连这边全部都是啊，这边全部都是。啊，这边全部都是。我们通常1个多月就会有几百条的小鱼，最少都会有几百条的小鱼。这些都是还吊住蛋的啊，本地国外都有。不过市场比较大是在国外，本地比较少一些。那这种就是我们辣椒红龙啊，你看它有多大条？我们都是让它最天然的环境。你看它的红色，你就知道啊，对，完全不打灯。因为他们都是靠灯光来让它的色泽漂亮啊，就是包装的意思啊。因为我们是厂商，我们不需要做这个步骤，这些是给商家、这些卖家啊，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绿皮血红龙。这个如果打灯就是更美。对，你看它血红龙的特性是什么？它一框一框，然后里面是蓝色。如果这个打灯的话，哇，会想到人。好，我们还有这个红龙鱼种呢，你在那边吗？我们还有那种巨型红龙种鱼。巨型红龙种鱼，你看它的品种是在市场上最大条的种的。最大条的红龙，最大条的这种种类啊，3尺左右，1尺到3尺的。对，你看这次差不多将近3尺了。里面的那一只红龙，有看到吗？还没有出来。看到一下。
因为这个鱼哦，在大自然里面，其实它是一个生态循环，所有鱼它都有相生相克或者互相帮忙，所以有些东西我们是要放在鱼跟鱼之间，它们一定要配合啊。像比如这些小鱼啊，或者老虎鱼啊，都是我们必须在池塘要有的。我必须要放在那边，对，不是单单对，很多人认为我们养这些小鱼是让容易吃，其实不是，容易要追到这些小鱼也不容易啊。不过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水的一个循环，一个生态。然后你不要这样看，我们的水很像很肮脏、很浑浊，其实我们是有我们的一套方法，特地让它这样。这个就是我们的秘密啊！我们产量为什么可以好？你看我们的池水，很多朋友来，哎，肮脏，怎么你的池水不见鱼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产量好的一个秘方。不过你不要看表面它这样肮脏，它的软硬度、它的柔软度啊，比如它的氨氮值啊，我们都顾得很好，控制到很好。我们就是用菌来控制它。我用菌。对，所以我们不怕雨季来、旱天来，池水的 pH 的调动、乙烯值的变化，我们完全不担心，因为我们有微生物已经在里面很好的一个环境来控制浮游生物，这些控制很好了，所以它的氧气量跟它的这些 pH 深碱的这个差别没有很大。那你的氧气？OK， 池水里面氧气就刚才我说到的，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可以让浮游生物在里面有自然的呼吸，你明白吗？你不一定要看我们打入氧气，它才制造氧气，它里面自然我们的这个菌，它就会有这个工作，帮我们制造什么，你知道吗？溶氧量，帮这个氧气量增多。很厉害。很厉害。其实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每一个池都做移菜共生，只是为什么我不做？因为当我们要拉小鱼的时候，我很麻烦。不然的话，我是每一个池我都有做那个框，很大个的。不过我要拉网的时候我就很麻烦。不过我们现在就已经规划了，到时我会把它所有做在上面，做一个 已经开始做一个架了，做一个 greenhouse。因为我们所有的废水，我们是排在这个地方。你看我这个是我们的 main overflow。一个 main overflow， 所有的池的废水，它会经过这里，再去我那个总池、总废水池。我们就在那个池里面放我们的功能菌，放了菌，把它水净化过后，我们再重新排回我们的囤水池。所以我们会用到的水最多是 0.5%，95% 都是用回原有的水在它经过。比如这个水慢慢会少掉一些，我们才会引进一些对这边看得到一些鱼在上面一点不容易看到，运气很好，来到我们这边会看到鱼是运气很好。我看到一个大条的在那边这个是我们一个特别介绍，一个很特别的，你看到我们那边3只羊吗？看到那只公鸡吗？公鸡不离羊，有羊的地方，这只鸡就在那边。真得意你还没有看到，它平常是骑在羊上面呢。你看得到鱼那边种鱼勾上来了你要远一点拉，不然的话我们靠近它就跑了。它也是怕陌生人人都是鱼都是怕人的。然后我们种这些巴兰叶都有我们的用处它都是帮助净化水质的一部分。是这个吧？其实很多都可以，只要它的根部够多的。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等一下我给你看。这些原本很漂亮的是被马吃掉，不然我们这些也拿来卖的应该每个月都可以卖200-300公斤这个巴兰叶长期他们跟我们收的。含羞草它是没有刺的含羞草，还有刺的含羞草。对，然后它会浮在水面，它有一个海绵体会让它浮住。其实就是这种。这个就是它的废去的，你看它的根部，你看它的根吗？这个是我们丢掉的，它的根有这么长，
没有刺的含羞草，没有刺的含羞草，我先让你看。原本这也是很美的，给马吃掉，被马吃完掉。大有这样子啊。被马吃掉啊，像这样美啊，很多的啦。这个太低，马吃不到，它怕掉下去。我要怎样拉给他看哈？拉得到没？我要怎样拉给你看 ？OK，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化池，这边就是养了很多的这个消化菌啊，这个就是过后把它转化成硝酸盐给我们的宜菜共生用的。这边我们会做一排的 greenhouse 啊，做宜菜共生，aquaponics。OK， 让这个蔬菜吸收养分过后，那个水就回到我们的炖水池啊，然后再供给我们的龙鱼池用。就转过去那边。对啊，那我们就从那个废水池抽上来，刚才龙鱼排掉的废水池就排来这个池，这个池就放了我们的功能菌，就是有放这个消化菌。我拿那个叶子给你看，给你看这个含羞草，你看，它不是一般这种含羞草这种是有刺的，不一样。你看这个，如果它在没有接触水的情况下，它不会产生一个海绵体，没有海绵体啊。如果你拍那个茎距离，你看到它的茎吗？特别，它如果接触在水，它就会有一个海绵体。这个是我们特地种在这边的。然后你要净化水质，最好的植物就是根部越多越好。然后也让那一个根部，对，这个很多，这个超多。对，不带刺。它跟这种含羞草是不一样的。它品种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完全没有刺的。它是完全没有刺，软。看它的根，你会吓到。是很长的，看到对它像这些比较大颗的，它的根我看有2-3扯，2-3扯长。然后那活平是也是净化的功能。对，就会排在我们第2粒的炖水池，才来到第3粒。来到第3粒过后，再供应给我所有的龙鱼。这样很干净哦。这么多 step， 对呀，很干净哦。对，所以我们没有源源不绝的水，我们就是一直在用循环水。这个是大型的。recycle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水源，还有那个肥水，水质可以控制。我们不浪费水。最多是下雨。对。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生物净化池，里面有很多特别的东西，但是我们里面就没有捞出来给你们看。所以在养龙鱼里面，应该我们是全马只有我们这一家敢这么做。自己做自己培植自己的金龙鱼，自己净化水，自己接种菌种，自己做自己的固体肥跟液体肥。目前我们一家罢了。对，目前一家。然后你讲用循环水，没有几家敢这么做，没有，因为龙鱼就是最重要就是产量。目前我们听到现在还没有人像我们这样的做法。没有几个敢这么做。印尼养金龙鱼那个又怎么样呢？怎样说？印尼一般上所有养金龙鱼，他们不是靠山水，就是要河水。这2个一定要的。2种。如果在附近没有水源的情况下，他们不选择做龙鱼场。因为水源是最重要的。当初我们选择这块地养龙鱼的时候，每个附近的人都在笑我们，同行也在笑我们，怎么会去选一条龙沟边来做鱼池？从哪里拿水？每个说不可能行得通。我们已经证明了10多年了，将近20年了，我们。在这边20年。所以他不知道他那个水是在循环。对。也没有人可以想象水可以能够在循环，再能够在养鱼。师傅。2个师傅在这边。哇，这边有多少个鱼塘？40多粒。所以你看我们的水质，每一池颜色一模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到？通常不会的，你去到一般上的龙鱼池改店，你就会发觉到了，这池又这个颜色，那池这个颜色，他们没有办法把它控制到很平衡，很难哦。就是我们有做这种功能菌，所以我们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所有的水看过去都是泥浆水。
我们什么方式都试过了。以前我们把我们的菌的这个技术，目前我们掌控到非常好，我们可以在2个星期给水质马上见底透彻看到底，我们可以用2个星期就做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牛奶色的水，我们要给它见底透明，我们就有办法给它做到这样，2个星期就可以做到了。但是不是我们不要做透明，因为这个就是因为产量的问题。这个是我们研究了很久，这个才有拿到这样的产量。我们之前这个渔场我们有养牛蛙，有养非洲鱼翅的鱼。自从我跟我弟弟2个吃素过后，我们10年没有养这些活鱼了，我们就放弃了，纯养金龙鱼罢了。对。我吃它里面也很多这个罗非鱼啊，很多但是我们不给工人钓，不给工人吃。抓的多了就放生。你所说的，它要放几种鱼在里面？对，很多了，里面很多种小鱼，虾啊、老虎鱼啊。我以为你是在这边要做一个休闲农场。没有。很多人问我们这个问题。因为假设比如说那个 gallery 好了的话，我们会给人家来参观，给大学，我们现在有跟几所政府部门、大学配合他们会带他们的学生过来这边学习，我们会教他怎么做这个鱼菜共生，怎么养这个怎样控制水质，怎样控制这些介种这些菌我们会教他这些东西。这样你首先应该是教我先没有问题。我们的知识取之于世界，我们就要用之于世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的，只是我们学习也是我们用头去创回来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映射我们的这个知识大地给我们这些知识，我们就知道了，就少让人家创弊一些。我们都是给学校比方说你们有团体要来，你们可以出信给我们先我们不会门开着到像做旅游观光地不会如果像比方说你们一个团体要学习这个鱼，或者是学习肥料、液体肥、有机肥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可以有这些课程。不是学生比如鱼菜共生这一块其实鱼菜共生这个东西已经不奇怪了，只是在马来西亚成功的寥寥无几，每个人做的都成功。因为你要把鱼跟菜的平衡点抓得到，这个不简单，你要有一定的经验。所以到尾巴做到来的时候，每个人在蔬菜就是放营养液。你放了营养液就会影响鱼，所以他们还没有抓到那一个点，鱼菜共生每个都知道它的优点很多，但是他们的缺点2个是我们以前遇到唯一2个，一就是当你蔬菜遇到菌害的时候或者虫害的时候，你不能够随便用药，你如果随便用药控制不好，可能会全军覆没。它的全军覆没是包括鱼跟菜一起全军覆没，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一点还有就如果是普遍来讲呢，就是你植物的营养不够的话，是不是你鱼的粪便不够多这2个平衡点你要抓得到。如果鱼的粪便过多，它的阿摩尼亚又过高，或者氨氮值又过高你给得到食物，你的鱼又顾不到。如果你鱼顾得到，你的蔬菜拿不到这个营养，也不能够做。所以很多人抓不到这个平衡点。最重要的2点就是乙烯值要控制好，跟 pH 要控制好，最好是在6.5到7.2之间控制在这个平衡点，你出来的鱼或者出来的蔬菜都有一定的品质。那如果是虫害怎么办？OK， 所以我建议，如果是我们做这个 aquaponics 的话这个鱼菜共生，蔬菜我是建议尽量围网，然后要有太阳，它的生长能力比较快。在鱼的那一块，尽量不避太阳，鱼它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温度，它不需要太阳直射，因为太阳直射在没有经验的人，他会面对更多问题，因为藻类的那个繁殖太快所以这一点你们控制好，你们会轻松很多。尽量把鱼养在室内，蔬菜养在室外
啊，这样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平衡。OK， 我们的建议，我们的做法，我们当然就是用菌。所以我们的这个 greenhouse， 我们上面会有装那个 nozzle， 啊，用功能菌来喷，以菌克菌，啊，以菌克菌。在细菌还没来之前，我们先用，不要等到真菌已经来了，就很难控制了。啊，细菌没有，我们没有，还很担心。先清一下先。对，啊，让植物生得比较壮，叶面有 protector， 虫害就不多。千万记得，当你像人一样，人不健康的时候，不强的时候，很多病害都会侵袭。当你的植物健康的时候，那个叶面绿油油又亮亮，那个亮亮那个是一个 protector 的，那个防止虫害跟菌害，那个要控制得好。对，这些都是，它这个菜工程真的是要有一个学问的，再加上你这个溶域啊更加深了。其实就是那个点要抓到啊。我们不同，我们两个是比较好学一点，我们又不认输，串了壁串到头破血流，就是不认输，咬紧牙根硬进去啊。所以这个经验是我们去串回来的。我们认为我们一向来有一个思想，就是人家做不到了，我们就要做，就要去做。当整个市场都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也轮不到你了。而且你那个黑水芒那边的那个黑水芒哦，是这个金龙全部我们都有，麦也是有，没有我们没有卖。是鱼跟我们的有机的这个肥料，黑水芒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自家用啊，我们不外卖这个，但是我们把它做成肥料的时候就有外卖，就是经过那个机器 process 的，对，跟液体的，也是 OEM 出来啦，对，是，所有的液体肥都有放菌，你这个鱼池也是有菌的，所有所有的，但是水的跟液体的跟蔬菜的菌都不一样，我们放的功能菌都不一样，因为有它特别要扮演的角色不一样的，对，它的功能，等一下的环境迟一点就会看到菇怎么长出来。其实我们这边早上你才会看到了，整个都是菇，你现在也看得到了。其实这种叫菌吗？这个菌啊，这个菇啊 ，OK， 它是要在冷天的嘛。如果太阳的话，它就没有办法生长。所以你一早来的时候，之前满满的都是菇，你可以看得到很清楚，这些都是菇的身体，看到吗 ？OK， 它冷天就跑出来了，因为大热天它就没有办法生长啊。等下晚上的时候，它又生长到很美了。就是因为有菌，它才有办法有这些菇。来，欢迎在装修这啊。OK， 这边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走廊，给人家认识什么是化学肥，什么是叶面肥，什么是微生物菌剂，什么是有机肥料，什么是生物有机肥料。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主推的生物有机肥料。我们在这边做的东西都是跟生物有机有关系包括我们的一菜共生，我们也是用生物的这个菌过滤池，也是用生物的过滤池，然后我们的菌我们的有机堆肥全部也是用生物。OK， 来看看我们的课室，这个是我们的课室，还没有好啦，将近要完成了到时就是在这边上课。人家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图是我们特别挑选的，给大家知道 ，OK， 好的生态是怎么样，如果是破坏的生态是怎样。未来以后，如果我们在持续没有照顾好我们的生态，我们的土壤就会像这样板结，植物没有营养，枯萎。你看我们的大自然，你看到我们的森林吗？我们的森林只有大地给它施肥下雨，没有人类去施肥。为什么我们的那个森林活得那么美？那个叶子从来没有听到黄叶，而且树还可以那么壮大，就直径那么大。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有微生物，有菌在里面。将近99%的微生物都是来自于土壤，所以菌在土壤里面的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功效是非常大的只是我们人类很多是因为知识的关系跟滥用的关系导致这样。这一个生物有机就是目前现在世界最关注的一个肥料，
它可以代替我们的化学肥。每个人说有机肥做不到这一点，对，因为有机肥它的含的氮磷钾太低，所以为什么现在会做这个生物有机肥料？生物有机肥料现在我们做的肥料就是用不同的蔬菜水果、植物废弃的食物水果残渣、叶子然后把它完全腐熟过后，我们才加上我们的功能菌进去这个就是我们的生物有机肥料，它可以提高我们肥的利用率就算以后你要用化肥也没有问题，但是你长年累月用化肥，你会导致你的土壤盐过分高，然后会导致土壤板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你土壤板结了的时候，你根部根本没有办法吸收，因为微生物已经没有办法生存在土壤，它没有办法帮你分解氮磷钾都没有办法分解所以生物有机肥料它就是把你整个土壤活化回大自然的这个土壤有机质，有一定的有机质在里面。所以你放多了也不会有问题。放多没有问题。如果是一个好的一个肥料，有机的肥料，你可以放多了，你越多越好，我们赚钱越快。但是我们的肥料非常省，因为我们每一克我们有放2000亿的这个菌在里面我们的菌种是非常强的而且我们的生物有机肥有其中一块产品里面有14种功能菌14种功能菌不是微生物罢了。我们在马来西亚这边，他们对农业知识每个还相当的弱，就好像你问他你的有机肥用什么菌，他说我的有机肥就是用 EM其实 EM 只是对我们来学习这个EM 只是一个统称罢了，它是由几种功能菌组成然后才生一个统称一个名字叫做 EM这个是由日本的那个教授研发的其实我们的菌里面功能菌每一个有它特别的角色，扮演特别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菌这方面我们非常鼓励人家大量使用，它可以导致我们的土壤提高那个有机质跟微生物可以在土壤里面生存你们对农友的这些负担，你看肥价只有起没有下所以他们的负担很重。我们生物有机肥料它的用量非常省。OK， 来看看我们的小小的化验室还没有完成很乱，很小的一个化验室。OK， 看一下。自己用了一个小小化验室，因为所有的产品都要经过我们的测试，我们才可以100%推出市场所有的产品都是100%测试过而且不是只是在化验室测试，放在这一个植物上测试，已经是达到我们要的预期的那个标准，我们才会推出市场这些都是我们的产品我们不吝啬在教，反正我们来的知识也是来自于大地，所以我们不吝啬教。但是我们没有开放给外面公众。如果你们要来学习，你们可以写一封信给我们，约一个时间我们可以。OK， so 今天到此为止，谢谢大家观看、订阅和分享，谢谢大家。